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8月17号星期五。那我们今天来将屋顶除锈跟喷漆。上一篇我们已经将漆都已经调好了，一些工具也都已经确定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上去先做除锈。那除完锈，我们就可以进行防锈的喷漆。一些基本工具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如果你是用喷漆的话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是建议你空压机的规格最好是有 3.5 HP 的，压力筒最好是有50公升的。因为这样子你在喷漆或者是在做除锈除尘的一些工作的时候，机器比较不会那么频繁的启动。因为你机器连续操作的话，它马达比较容易烧掉，所以通常像这种除尘、除锈或者是喷漆的工作，我们都会建议你空压机的马力越大越好，容量越大越好。那当然像我们一般的人，最大就是 3.5 HP 的马力，50公升的气压筒，这个规格是比较容易取得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爬到屋顶去做防锈的工作了。那我们先录一下施工前的影像好了。施工前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另外一边也是。那最近的天气就像这样子，感觉好像都会下雨，但是感觉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湿气。这种天气就是要下不下的那一种感觉，所以我还是会先上来做一点点的施工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分段作业，先做一边，然后把它分成大概4等份。那一边做完，我们再来做这一边，就是分成4等份这样子下去做。那我就先进行除锈的工作了。那我已经将这边的锈都除好了，用电动铁刷还是蛮快的。这个是还没有除的，这是除好的。那我们先把这一排喷起来，因为好像真的要下雨了。那边只喷了一点点就开始在下雨了，所以我们还是等出太阳的时候再来作业吧。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，接下来有几天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，所以我看能不能在这几天把屋顶的工作完成。因为用气动的喷漆枪，它的效率对我来讲太慢了，因为我们家的空压机马力数不是很大，所以我这一次直接改用电动喷漆枪。那我选的是插电的，因为频数有一点大，大概19频多吧。这一台也买很多年了，之前有做过保养，所以我这一次就用这一台过滤棉把它换一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喷漆的工作了。那我们这一边已经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另外一边，就是分段作业了。边等待它干燥的时间，我们先做另外这一边，就这样子轮替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浪费等待的时间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你除完锈以后，一定要用这种刷子，然后把你除锈过的地方刷一遍，因为你除锈的时候多少会有粉尘或者一些铁屑会粘在铁板上面，所以你要先用这个扫把稍微扫一下。然后扫完以后，最好有气枪，再用气枪吹过一遍，尽量不要让它上面有太多的粉尘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。今天就先完成这一排。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四，今天是阳光普照的一天，所以我们赶一下工程。那我们昨天用电动式的喷枪，结果喷完以后，它整个喷头就塞住了。现在改用气动的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先除锈吧。喷漆枪塞住的话，喷出来就会像这样子，就会结得比较大块一点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关系啦，这边应该也不用重做啦，那就是比较厚一点而已。那你如果有遇到这种现象，喷出来都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的喷漆枪就要清洗了。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六，我这边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。那边没有做的原因是我昨天做错了，因为我们这边要收边了，所以我应该是要从外面开始做，然后做进来，这样子我们在喷漆或者是除锈才不会去踩到原先已经有上漆的地方，所以我应该是要先做外面，做完以后再慢慢收进来。所以我昨天这边就没有做，因为要等漆干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去踩才不会破坏它的底漆。那我今天大致上就先把这边完成，那我这边也都处理完成了，今天已经将底漆都已经喷漆完成了。最后我们就是要拿矽利康，再把之前除锈的时候有不小心摸到矽利康的地方，我们再补矽利康，这样子过几天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上来做面漆的喷涂。那些白色的点
就是重新补胶的地方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底漆、上漆的工作就到这边为止了。最近天气又开始变不好了，好像又有台风了，看明天怎么样。理论上应该是明天就可以上面漆了。今天是8月25号星期日，我们屋顶的底漆已经做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做面漆的涂料，就是浪板漆。因为我们底漆喷好以后，我们如果上去踩的话，比较容易会有脚印，所以我自己会准备这种鞋套。这种是不织布的鞋套，那我会把它套在鞋子上，这样子下去踩可以减少一些灰尘以及一些脚印的产生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来做面漆的喷涂了。那我们一样从这边开始做喷涂，从最边边的地方开始，因为已经过好几天了，所以我们要先进行除尘，就是用扫把，然后还有气枪吹一吹，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喷涂了。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二，那边面漆已经喷好了，这边也已经喷好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做就是从外面做进来，包括这一边也一样，都是从外面做进来。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，屋顶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还是会持续有需要除尘的一个需求，所以我上网买的这一台暴力风机，初步测试还是不错的，它还蛮有力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就这样子，这是空的啦，不过它的吹力这样子也算是蛮有力气的。接下来我们一样，今天要上去做喷漆。那我们简单来做个风力的测试。这样还是可以的哦。OK。那这样子应该可以对这种除尘的工作达到一定的省时省力的需求。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，因为油漆的量不太够，所以我又去买了2桶。距离上次购买油漆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所以我这次要购买的时候一样有先上网比过价，没想到我去店面买的价格竟然比网络上查价后的最低价还要便宜。那我比了4家，有1家是要用订的，1家没有做了，然后2家是在凤山，它的价格可以差到1桶50块。在网络上我就不公开我买的价格，因为这样子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就是建议各位，你如果要买油漆的话，还是要多比较2、3家，这样子应该就比较不容易吃亏。这一次也买了新的甲本。之前我都是用这一个，这次也是听老板说的，他说他这一种甲本它的单价比较高，然后它的渗透性会比较好。因为我是用喷漆的，所以我这一次买这一个回来试用看看，因为他说它的渗透性比较好所以可能对喷枪的喷头比较不容易沾黏。所以我这一次买这个回来试试看。今天一样先调漆，然后调完以后再上去做喷漆。以我们家地坪大概19坪左右，面漆你还是要至少喷2次嘛。但是我个人在喷，我是喷有覆盖过就可以了。以我们家的面积来说，大概是4桶。那这个1桶是1加仑的，所以你家如果是在20坪左右，我是建议你直接买5加仑的。就是1桶大的5加仑的，这样子价格上会比较便宜一点。那采购的部分就这样子。今天已经8月30号了，工作还是没有赶完。昨天有人来租这一台，它是博士的 GTC 400C 的热显像仪，他今天拿来归还了，所以我刚好想到说，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有上漆跟没有上漆的温度，看有没有什么差别。这种浪板漆应该也不是什么隔热漆啦，所以我还是蛮好奇的，想要测试一下有上漆跟没上漆之后的温度差。这边是已经有喷涂过的，那这边是没有的，这边只有底漆。像这个有喷涂过的，大概是44度左右，大概43度左右。这边没有喷涂过的它的温度竟然是50几度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看了一下，差了超过10度想不到这个浪板漆还有隔热的作用。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，今天早上都有出大太阳，所以我们今天
趁室内还没有通风之前，我们来测量一下室内的温度。之前这边是白铁板，泡棉已经有切掉了。那我们现在量这边的温度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好了，这边比较明显。左边那边还没有上漆的部分是49度，白铁板有上漆的部分是大概41度，有泡棉的这个地方是38度左右。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维修孔这个白铁，维修孔这边我已经有喷漆了，这边应该有一个区域也还没有喷漆。那我们先量测一下，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是这样子的温度，维修孔的温度大概在43度左右，旁边还没有上漆的浪板大概是53度左右。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一，终于把屋顶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。先给各位看一下完工的录影。今天终于把屋顶的喷漆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们油漆喷涂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像这样子，就是你一定要有将底漆的颜色全部盖过去。然后尤其像这种有高低起伏的，像这种边边角角的，这个你要喷的比较均匀一点，看上去感觉好像有一个厚度，这样子你整个面漆的喷涂效果才会比较好。喷漆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才会分成几个阶段，从那边开始喷到这边，这样子一遍，然后第二遍也是一样的，再从那边再喷过来，然后就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所以面漆的喷涂实际上所需要的时间会更久。最后完工的时候剩下2瓶，过几天等它完全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利用这2瓶上去看哪里需要补漆的。我这一次有分享就是喷完漆后的温度差异，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它以前原先浪板的漆是比较没有隔热的，像这个屋顶的侧板，它是原先浪板的面漆，温度有高达48度，所以如果最后漆还有剩的话，我就会把屋顶左右2边也都进行喷漆，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漆量应该是不够，那后续看怎么样我们再来做处理。喷漆的工作目前就做到这边为止。这是上完面漆以后的温度测试，这是上完面漆以及原先侧板面漆的温度差异。这时候的测试时间点是比较没有太阳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来电灯的温度反而比较高。最后做个总结，我们总共买了4桶浪板漆、3桶甲苯、2桶镀锌漆，就是新粉底漆，2桶漂泊剂。整体的费用我评估的话，大概在你如果是自己作业的话，20坪左右的工程应该可以控制在8000块到1万块左右，因为要看你喷涂的量嘛。我自己在喷室有覆盖过去就可以了。整体的工程费用以及一些过程，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。这是面向机场这一边的屋顶施工前还有上完底漆以及施工后的照片。这是面向住宅区的方向，也一样是施工前后的照片。另外补充一点说明，白铁板是不需要上底漆的，直接上浪板漆就可以了。因为白铁板上完底漆后没有多久它会脱落。这是6年前购买油漆的时候，油漆店的老板跟我说的，但时间久远了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白铁浪板是不需要上新粉底漆的，直接进行浪板漆的喷涂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一篇屋顶上漆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